娘贪了3年，我照顾了3年，吃喝拉撒擦洗翻身全是我。娘二儿媳和闺女嫌你臭，平儿连屋都不肯进。如今官府修渠补偿了30两银子，你一个铜板都没给我们大房留，全给了二房和小姑。要不是我看到弟妹和小姑买新衣新鞋，好奇问了嘴，压根就不知道这回事。既然家里什么都没我们大房的份，往后你也别指望我照顾了。我好不容易跟出轨的渣男离婚，带着女儿享受人生，一场海啸就把我们卷到这鬼地方，醒来就成了这个任劳任怨、活活被气死的同名倒霉蛋。我可不是冤大头。大嫂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你是娘的儿媳妇儿，自然是要尽孝道的。他又不止我一个儿媳妇，你们几个都是死的。我是男人，不方便照顾娘，妹妹还小，秀兰又没干过这种事。再说他们也不会照顾人，既然之前都是大嫂照顾，娘也习惯了，往后自然还是得大嫂来。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都是女人，她们不会照顾，我就天生会照顾。有事的时候想起我，有银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？我来你们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就是轮也该轮到你们了吧？大嫂，你怎么能总想着钱？难道你照顾娘就是为了钱？我照顾娘之前，可没想到官府会修渠。同样是家里一份子，平时做事我也没落后过谁，难道就因为你们大哥没了，家里但凡有了好事，就跟我们娘几个不沾边？既然你们没拿我当一家人，干活的事儿也别拉扯上我。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？你们是得了好处还卖官，我是一个子儿都捞不着，还惹一身骚。反正从今儿起，娘这个烂摊子我撂下了，你们兄妹自个儿想办法。大嫂，你怎么这样？耀祖才2岁，秀兰还得照顾孩子呢。再说杏儿，她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姑娘，哪里是会照顾人的？3年前娘摔伤腿的时候，四海也才2岁，我不是也这么照顾过来的。至于杏儿，她都16了，既然没有大小姐的命，就别得了大小姐的病。娘，你看大嫂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叫你大哥没了呢？他要是还在，赵氏肯定不敢这样。秀兰、杏儿，今儿娘这边你们先顶一顶，我不信大嫂会真的不管娘，等她气消了，说不定就想通了。杏儿，你看着，你先照顾娘，我出去哄哄耀祖。娘，厉害！前世跟你那渣爹的父母没少吵架，这种事只要你立场坚定，别太顾及脸面，谁也掌控不了你。娘，从48到32，突然年轻了16岁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有使不完的劲？你是觉得好玩了？老娘好不容易熬出头，又得重来一次，一拖三还穷得响叮当。你觉得我能开心起来？娘在找什么？我帮你。我记得之前在墙缝里藏了一些钱，想全部找出来总个数，之后想做什么，心里也有底。五福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啊？我把屋里的墙缝补一补，免得泥砖断裂塌下去，夜里风灌不进来，咱们一家人睡着也能暖和一些。唉，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知夏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我怀里撒娇呢。既然占了这身体，这2个懂事的孩子我也得当亲生的养。光顾着跟那些人理论，忘了孩子们还饿着。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来。看吧，我说什么了？大嫂就是嘴上硬气，气消了又会跟之前一样了。你往后对大嫂客气些，别真将这个泥菩萨得罪惨了，回头他真撂挑子，咱就没这么轻松的日子过了。我心里有数，大哥都没了，他带着几个孩子能上哪儿去啊？再说我如今是娘唯一的儿子，他的银子不分给我们，难不成分给他一个外人？等会儿吃了饭还得去田里看看呢。你这话说的，大嫂是外人，那我也是嫁进来的媳妇，你将我当什么了？祖宗，我可没说你啊，你跟大嫂怎么能一样呢？行了，别生气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这还差不多。五福，别忙活了，先吃饭，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。娘，您拿了这么多吃的给我们，回头阿奶会不会骂你啊？只管放心大胆吃，这窝头是我昨做的，收粮食咱娘几个也没少出力，你们比谁都有资格吃。他要骂就让他骂，
我又不会少块肉，我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，到头来连自己孩子都喂不饱，图什么？身份呀，都能用来敲核桃了。为了多存点粮，新米换陈米，还掺了烂黄豆和树叶，味道能好才怪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先保住小命要紧。大哥，你帮我分担点。大嫂，我们都还没吃呢，你们怎么能吃独食？这么大个人了，没手没脚还是咋的？你们没吃，自己去厨房做就是了。以前家里的饭菜都是大嫂做的，我该你们的。这么大个人了，你们也知道以往饭菜都是我做，那你们一家又是怎么对我的？我之前就是太好说话，才由着你们欺负到我和几个孩子头上来。大嫂说话得凭良心啊，我们哪里欺负你了？都是女儿，你们家喜凤和小满一餐能吃到半个窝头，我们吃下去只有半碗米汤。你们家光宗6岁就送去私塾开蒙，每天能吃1颗鸡蛋。我们5夫13了，还没进过学堂，连蛋花都进不到。弟妹除了怀孕带孩子，什么都不用做。我既要带孩子，还要洗衣做饭、喂鸡喂鸭，下地干活，给娘擦洗收拾。你出去问问，整个杏花村哪个不知道我在你们家过的什么日子？吵吵吵！老婆子还没死呢，本事没有，脾气倒挺大。一家人吃独食也不怕穿肠烂肚。你是当嫂子的，就不能心量大一点儿？老大没了，如今咱一家人还得指望水生呢。你娘家人就是这么教你在婆家挑事的？你说我就说我，扯我娘家人做什么？这些年我娘家人接济我的粮食，你是没吃过还是怎么的？我看你不仅不知好歹，还恶毒至极。谁家好好的长辈会咒自己孙子儿媳妇穿肠烂肚？赵氏，别以为老娘如今走不了路，就奈何不了你。单单你不孝婆母这一条，我便能带纪明休了你。我孝不孝顺，乡亲们都看在眼里。你儿子都不在了，别以为我多想在你们家做牛马似的。你休了我正好。娘，再不进来吃早饭要凉了。来了。还是我去做早饭吧。五福，你想不想去念书？娘，我已经13了，现在开蒙有些迟，别浪费银子了。如果将来有条件，我倒是希望四海能去，让咱家也出一个有学问的人。其实开蒙也不一定要花太多银子，咱们村里不就有一个现成的童生吗？肯定比去私塾的开销小，大哥跟着认几个字也是可以的。妹妹说的是沈福安吗？开蒙的事先缓一缓，有件更重要的事。你是大学生，知不知道纸是怎么造的？我今天上茅房，那竹片刮得屁股火辣辣的，实在受不了。娘哎，怎么想一出是一出？我修的又不是造纸术，好在以前刷过不少田园风的视频，还真记住了一些。我可以试试，但不一定能成功，而且我也只记得最简单的，到时候做出来的纸糙了，你可不能埋汰我。不埋汰不埋汰，总好过棍子和竹片。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娘和妹妹今天都好奇怪啊！妹妹以前话不多，也不爱笑，怎么撞了脑袋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不是撞坏了吧？大哥，来帮个忙。赵氏，我要解手。杏儿，你在家吗？娘，找我有事？我要解手，快给我将尿盆拿来。你大嫂人呢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等会儿你去找找她，让她别耍性子了。我柜子里还有1匹布，让她拿去给五福和四海做身衣裳。银子给了水生，将来还能不管他们母子几个？知道了。喜凤、小满，你们给阿奶洗一下尿盆，我去找你们大伯母。你们2个笨手笨脚的，还有那个懒婆娘，见钱眼开，为了点银子就在家里耀武扬威，真将你休了，有你哭的时候。阿奶，我娘又怎么得罪你了？家里这么多人，凭什么就得我娘一人来伺候？你也是从儿媳妇过来的，怎么半点体会不到当儿媳妇的不容易？老娘说话，有你这个丫头片子什么事？你也是我林家的种，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？我娘才是生我养我的人，阿奶也有女儿，难道阿奶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希望小姑帮别人？再说了，这事阿奶本也不占理。牙尖嘴利，多谢阿奶夸奖。完了，得赶紧请个大夫或者道士也行。妹妹不是被什么附体了吧？大嫂，
找我有事？大嫂，娘说让你去她那儿拿匹布给五福、四海做新衣裳，还让我给你带个话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为了点银子闹得离了心。一匹破布就想让我回去继续当牛做马，想得美！你回去跟娘说一声，那布我就不要了。娘柜子里那匹布都老化了，做了衣服也穿不了2回，懒得费那功夫。大嫂，娘那里不能没有你，我们都照顾不好娘，你就随我回去吧。娘以前心疼你们，没让你们上手照顾过，一开始不熟练很正常，多照顾几日自然就会了。我之前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大嫂，林春杏，我是嫁给了你大哥，不是给你家签了卖身契。照顾娘3年，我仁至义尽了，他事事为你们着想，接下来也该轮到你们尽孝了。五福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听小姑跟阿奶说，娘在竹林挖笋，我不放心娘，让妹妹看着四海就过来了。孩子多虽难养，但这么懂事的孩子，相当于无痛当妈，也值了。你小姑回去之后，阿奶没说什么吧？小姑来之前，喜凤和小满给阿奶洗尿盆的时候洒床上了，阿奶本就在气头上。小姑回去说了些娘不好的话，阿奶骂得挺难听的。五福觉得娘今日这么做，对还是不对？兔子结了还咬人呢，原本照顾阿奶就不该是娘一个人的事儿，我从前便劝过娘的，娘不记得了吗？时间长了都没印象了。也就是我现在还小，等我成年了，他们也就不敢这么欺负娘。这饼画的，心里还是暖暖的。先吃点垫一垫吧。大哥早上也只吃了半个窝头，你不饿吗？我习惯了，不饿，你们快吃吧。我就着水吃小口应付下就好了，这窝头我实在咽不下。四海真乖。娘，你这些春笋是要拿去卖吗？明天去镇上试试，换几个铜板算几个铜板。去镇上好啊，镇上有大夫，正好可以给娘和妹妹把个脉。不行，让算命先生瞧瞧也好啊。娘，下午没事儿，我再去挖点笋回来。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这丫头前是哭着喊着要个哥哥，现在愿望算是实现了。这么难挖，根本使不上力气。还是我来吧。哥，你在这里挖笋，我去林子外面转一转。你别跑远了，山里危险。知道了。这不是我前世最爱吃的香椿吗？哥，别挖笋了，你快来我这儿，这里有香椿。这玩意儿可比笋值钱多了。虽然现在没油没盐，做不出好吃的，但可以拿去镇上卖钱啊。快不行了，饿得慌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饿。那我们回家，娘这会儿应该将饭菜烧好了。我跟你抬吧，挺重的。哎，你们俩怎么跑山里去了？身边也没个大人跟着。谢谢福安哥。我刚从书院回来，没事，我先给你们送回家去吧。多谢福安哥哥送我们回来，香椿用开水焯过后切碎煎蛋，味道还不错，你也带点回去尝尝。多谢。妹妹何时吃的香椿炒蛋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也没吃过，听人说的。再说大哥和四海不是还指望让福安哥给你们开门吗？不得打好关系啊。说的也是。五福今天在山里弄了什么好东西，竟盖得这般严实？是春笋。弄那么多笋回来做什么？咱家也吃不了这么多呀。我娘说明要拿去镇上卖。你娘明是要去镇上，那娘谁照顾？如今不是轮到二婶和小姑照顾阿奶了吗？我娘总不好在家闲着，自然是要做点别的才行。去就去呗，只是这笋啊不值钱，2篮子也不知能不能卖到10个铜板，除掉牛车钱，赚的都不一定比花的多。二叔这么了解行情，之前是去镇上做过买卖？那倒没有。那二叔怎知笋不值钱，又怎知镇上不缺笋？2篮子笋卖不到10个铜板，也是靠猜的。这丫头平日半天吐不出1个字，今天怎么这么伶牙俐齿了？难道真是撞了脑袋开窍了？我时常往镇上跑，自然比你们懂。回头亏了银子，可别怪二叔没提醒。秀兰、杏儿，吃饭了。
什么家境放这么多油盐，都不要银子买的？老鼠管仓越管越光，得亏没让你当家，不然家底都给你败光，还好意思说没给你分银子？你抓得住吗？抓不抓得住，娘不也没打算让我抓吗？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对了，家里没油盐了，正好我明儿要去镇上，要不要我带点回来？叫花子不留隔夜食，看你这样挥霍，家里迟早被你霍霍光。娘刚才也说咱家不是我当家，这样霍霍光了，这锅我可不背。既然你明儿要去镇上，油盐你有银子就买，没银子少吃点也不碍事儿。分银子的时候和我们大房无关，怎么买油买盐又要我出钱？会赚钱的男人没了，我哪来的银子？没银子，你去镇上做什么？我去镇上自然有我的事。赵氏，你要是还想在这个家过，就老老实实听我的话。你要是不想过，就带着几个孩子从家里分出去。娘想怎么分？银钱分不了你什么，老宅那边还有2间空屋，你们可以收拾收拾住进去。2间破屋子就想打发我，想得美！娘，别的我也不指望。大水坡那边3亩田是金明在的时候买的，当时我还补贴了3两私房钱。娘要是同意将那3亩田给我，我们就分家出去过。娘，如今你还在呢，分什么家？我不管啊，反正这家不能分。你要那3亩田也可以，但待你将老宅收拾好，我得跟你们一起住过去。你要是答应，这3亩田可以给你种，但田契得捏在我手里。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用3亩田的使用权拿捏我伺候他到死，死了田还归2房。真当我全是大冤种？娘在家里有弟妹和星儿照顾着，凑我们大房去做什么？到时候我要照顾孩子，还得想办法赚钱，恐怕没空伺候娘。既然谈不妥，这家就先不分了。分是肯定要分的，但现在手里就1两多银子，分出去锅碗瓢盆一置办，就得喝西北风，得先捞点钱，再把老宅那破屋子加固一下。娘，今天没有蛋吗？鸡蛋被你大伯母早上弄了一个，分给你堂兄他们吃了。光宗先委屈一顿，明儿一早娘就去鸡窝捡蛋，给你打荷包蛋。也不想想，现在能有一口吃的，都是靠谁？没有二哥，他们母子几个哪有太平日子？鸡蛋这样的好东西，哪是他们配吃的？星儿，明儿开始，鸡窝里的蛋你盯着钱。光宗和耀祖，一个念书，一个年幼，得紧着他们才行。二哥放心，保管1个蛋都跑不了。这项麻烦倒不如分出去，既能省粮又能省事。我看你刚才就不该去拦着。你真这样想？娘要是好好的，我巴不得他们分出去。如今大哥没了，大嫂又有她自己的心思，大的小的都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，1天2顿8个窝头，金山银山都不经造。我还以为你不乐意照顾娘呢。既然这样想，下次娘再急的时候，我就不反对了。等欣儿出嫁之后，大嫂那边也安定了，老宅到家里就几步路，她也是娘的儿媳妇，咱们实在忙了，将娘送到大嫂那边照顾其实又有什么要紧的？也对，太水坡那田给大嫂种就种了，反正田契在娘手里，她最后肯定是向着我这个亲儿子的。那是。夏夏，你说接下来咱们该做点什么才好？妈，我说句实话，我这会儿人还有点懵。别说你，我也懵。五福大了能帮点忙，你心里年龄成熟，可四海还小，我就是想出去干点什么都放心不下。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我肯定是你坚强的后盾。赵氏，我肚子痛，要解手。我昨天撞了脑袋，这会儿还晕乎着呢，娘叫弟妹去吧。这老太婆比我奶奶还坏，分家就给2间破屋，还想让你伺候她养老，做梦呢！我打算明天去一趟赵家庄，让你3个舅舅过来帮忙把老宅修一修，等将来赚到银子了再另做打算。还是娘想得周到。年轻怕重，挑肥拣瘦，不是少奶奶的命，得了少奶奶的病。星儿，你嫂子不舒服，快来帮帮忙啊！大嫂，大嫂，你快来帮帮忙啊！家里都乱成啥样了？二叔，我娘头晕，这会儿已经歇下了。那你来。我不行，我笨手笨脚的，回头撒的到处都是，阿奶又得生气了。二叔，还是让喜凤姐姐去吧。李喜凤，你小时候可没少欺负原主，推她下水沟，差点淹死她，这笔账我可都记着呢。喜凤，你来。你喊喜凤做什么？她一个小姑娘家家，哪里做得了这种脏活？大嫂不肯来，我不叫她还能叫谁？
难道放着娘不管？还是喜凤姐姐能干，比我会伺候人多了。你们就在这里看着摊位和四海，娘去给你们买几个包子回来。老婆婆贵姓？我姓崔。你娘怎么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摆摊啊？家里没大人了吗？我爹没了，弟弟又还小，我娘担心我阿奶他们照顾不好，就一并带来了。哎呦，真是可怜呐！我看你娘还这么年轻，女人当家不容易呀。是啊，日子不好过，所幸娘现在还年轻，要是有靠谱的，或许能再找一个。大娘，你这鸭蛋怎么卖的？鸭蛋3文5，7文钱可以买2个，3文卖吗？行吧。哎，这几个孩子家的笋不错，新鲜又实惠，我也买了1个呢。娘子要是爱吃笋，可以买了回去尝尝。婶子，春笋切薄片，焯水之后炒鸭蛋，味道很鲜呢。还有这事，怎么卖的？3文钱1个，大的小的都有，可以随便挑。多谢崔婆婆。嗨，不碍事儿。你娘刚才还送了我1个笋呢。卖笋了，卖香椿了。大妹子，你这笋怎么卖的？还有这个香椿是什么价？香椿4文钱1小把，只有6把，卖完就没了。总共进账44文，外加2枚鸭蛋。第一天卖菜，算是小有成功。万一卖不掉，总不能又拎回去吧？这么远的路，累都累死了。你也抱2个，跟我来。这丫头那里住着个成年人的心思，鬼点子多。她这么做，肯定是想到了别的卖笋法子。大叔，你们要笋吗？我们挖的都是刚冒尖的新鲜笋，很嫩的，正好还剩了一些。要的话可以便宜些给你。什么价？我们零蜡是3文钱1个，这2个笋可以2文钱1个卖给您。笋给我吧。多谢大叔，笋给您，祝大叔生意兴隆，发大财。小姑娘还挺会说话。老板，买2升枣，1包老红糖。娘，你买枣和红糖做什么？这2样都不便宜，回头又被小姑顺走了，不划算。我打算下午去一趟你们阿公阿婆家，让你3个舅舅得空帮我去加固老宅的屋子，等手头宽一些就搬过去。阿奶不是没同意分家吗？无论她同不同意，他们的东西也轮不到咱们。眼下我们自己能赚钱，还是不要跟他们搅和到一起的好，免得自个儿赚的银子都保不住。也好，娘，你和妹妹前天撞了头，要不要去找个大夫瞧一瞧啊？不用了，没必要费那个银子，还得存着修屋子呢。总不能让你几个舅舅白忙活，工钱该给还是得给的。你进过我们屋里？大嫂推我做什么？我可没进你们的屋。那我们屋里的门怎么开着？我出门前明明上了栓子，不问自取就是偷，你懂不懂？大嫂自己没关门，来怪我。你屋里又没宝贝，我去干什么？你从前在我屋里偷的东西还少吗？银子、点心、布料、新鞋，还有我从娘家带来的首饰，你大哥送我的簪子。银子和吃的你不承认，衣服首饰你可都是穿过戴过的，总不能不认吧？往后你要是再敢进我们的屋，我就让李正和香气来评评理。赵氏，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，杏儿拿了又能怎么样？你是他嫂子，给他几件衣服鞋子有什么要紧？给和偷是2回事，他不经过我同意就是偷。娘要是觉得我计较，我现在就让李正来评理。赵氏，别无理取闹，杏儿马上要议亲了，你捅出去是想败坏她名声吗？耽误了她的终身大事，你来负责。原来娘也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。那我从前跟娘说的时候，你怎么还给他打马虎眼？难不成是娘默许的？
老爷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我不要去见官，娘，你快来救救我！大嫂，你非要将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这2两银子，你认是不认？我没那么多银子，只有1两5钱。去拿。乡亲们都散了吧，没啥好看的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赵氏，你既然有这么大本事，不如就带着几个孩子搬去老宅，反正继明也没了。那3亩田，你想都不要想，我将来啊都是要留给水生的。好，田我可以不要，但在我们搬走之前，娘得跟我当着李正的面签一个划清界限的协议。既然不给我们大房留任何东西，将来有个头疼脑热，也别来打我们大房的主意。那怎么行？大嫂也是娘的儿媳妇儿，怎能不管娘？娘不也将老宅给你们住了吗？这小叔子真是贪心，既要又要。那也好办，平分银子和田地，往后娘在大房、二房轮流住，我们轮流照顾。那怎么行？娘的东西自然都是要留给我这个儿子的。赵氏，你这般急着跟我们家撇清关系，可是在外边有了相好的奸夫。娘真是造谣，全凭一张嘴。我日日在家当牛做马，哪个男人能看上我？若非你们不将我当人，我何至于此？我还得去一趟赵家庄，是分家还是和离？娘自个儿好好考虑吧。娘，你有没有觉得大嫂整个人都变了？还有知香那丫头，胆子也大了，嘴皮子也利索了，该不会是中邪了吧？许是觉得捞不到好处，露出本来面目了。亏我还觉得他是个好拿捏的。娘，咱要不要去请神婆来家里看看？也好，尽快让他恢复到从前那样。大哥，你别冲动，我都已经摆平了。我今天回来是想找你们帮忙的。什么忙？咱们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大舅，四海走不动了。嘿嘿，走，大舅带你们回家。讨债的来了。谁来讨债了？爹娘，阿姐一家来了。真儿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伯母不用我伺候，就回来看看，顺便想让几个兄弟去帮帮忙。你日子也不好过，往后回娘家不必带这些东西。今儿还真新鲜，居然带东西回来了。他说婆母不用他伺候了，真的假的？就他那菩萨心肠，这话不能信。你瞧那3个孩子，没个养得好的。妹夫要是还在，他日子肯定好过许多。他们这会儿回来，指不定得留晚饭。我去抓只鸡，弟妹啊，你去薅点韭菜，大家都补一补。行，我这就去。妹妹这几天太反常了，反常到我有些害怕，不会是真摔坏脑袋了吧？下次去了镇上，一定要拉她去瞧瞧大夫。你都多大了，怎么还玩泥巴？要一起玩吗？你不嫌脏啊？去吧去吧，也不知道这些泥巴有什么好玩的。你也是，都10岁了，还带弟弟妹妹玩泥巴。表姐小时没玩过，那都是5岁以前的事情了。哎，这些菜秧子你拿回去种吧。多谢大嫂。你也甭谢我，回去后在婆家人面前硬气些，别总跟个受气包似的，看得人窝火。大嫂放心，我打算和婆母分家了，今儿来就是请大哥他们去帮我修屋子的。哼，你可算想通了。其实早就该想通的，之前是我自己傻。季明虽然没了，你到底是他的发妻，就算分了家，该尽的孝道还是得尽的。娘，这些话呀，您往后就别说了。玉珍之前就是听了您这些话，活得跟个缩头乌龟似的。那程氏要是个好的，他能不尽孝？眼下好不容易硬气些，您呢，别又给他憋回去了。罢了罢了，我不说就是。妹妹这边确定好分家，就去通知我们，有我们兄弟几个在，绝不会让那个老太婆欺负你。知道了，二哥也快些回去吧。
夏夏，回家了。大嫂今日给光宗和耀祖做了蛋花汤呀。这是我昨日去镇上换来的鸭蛋，不是给你们家光宗耀祖喝的。大嫂这话说的，你们吃的粮食难道不是家里的？光宗耀祖喝点蛋花汤怎么了？粮食是家里的，但早饭是我做的。往日鸡窝里的鸡蛋就像你们二房承包的一样，也没见你给我们家匀一口。怎么有手有脚的自己不会煮？难怪男人说大嫂换了个人，这嘴皮子倒像是开了光似的。罢了，大嫂不愿意，我自个儿煮就是了。这样当家迟早要败光，希望神婆来了，能让从前那个任劳任怨的儿媳妇早些回来。请神婆，看来这是以为我中邪了。娘，相信科学。什么是科学啊？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我也是在镇上听别人说起的。妖魔鬼怪，速速离开！将这碗符水喝了，往后妖魔鬼怪都不敢再附你的身了。阿叔，你从哪儿找来的神棍？演得还挺像。大胆，竟敢对神明不敬！我娘不过是被压榨太久，才终于学会保护自己。照你的意思，你刚才那一指，我娘身上的鬼怪当真已经驱除？那是自然。娘，你还想继续跟从前那般照顾阿奶吗？乡亲们有目共睹，我伺候婆母3年，家里大小事全包揽，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，还连累了孩子。这次官府征地30两银子，他一声不吭，全分给二房和小姑子。是啊，既然钱都给了水生，那养老肯定也该水生负责了。没错，赵氏也算对得起他了，该轮到小儿媳操心了。你看，我娘根本没有被鬼怪附体，她只是想通了。没中邪，你叫我来做甚？符纸和做法总共300文法金，你抢钱啊？几张破纸收300文，那都是庙里开过光的符纸。你们请我来，总不能让我空手回去吧？回头惹上业债，可别怪我。这场法事是为了给大嫂驱邪，理应大嫂来掏这个钱。李秀兰，你可要点脸吧？神婆又不是我请的，谁请的谁给银子，业障也报在谁身上。还不快去拿钱来！好。娘，我昨问你的问题，你考虑好了没？到底是分家还是和离？你就得为纪明好好守着，别想离开。既然你不想伺候我，就赶紧收拾东西搬去老宅，省得我看着心烦。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等吃了苦头，指不定就心甘情愿回来了。好嘞，儿媳这就叫李正过来做个见证。纪明媳妇儿，你要找我见证什么？我想请李正帮我拟一份契书，我可以不要田地银子，但分出去之后，婆母的生老病死都与我们大房无关。你一个妇人带着3个孩子，什么都不要，靠什么养家？倒也不是不想要，是人家不愿给，既然得不到，自然也不能再让我付出。娘，就按赵氏说的，将来日子过不下去，可别来我面前哭着求原谅。娘放心，我就是去讨饭，都不会来你面前哭。大哥、二哥，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来？不是说田里还忙着吗？家里的事有阿武他们应付，你这边没人帮忙，我们肯定得过来看看。林家人真有种，竟将这破院子留给你们。妹妹，这破屋还有必要修吗？要我说，推了算了，1个多月就给你盖起来。我婆母只给了3日时间，还是先修修这2间凑合住吧。墙体还算牢固，住人没问题。屋顶的茅草得换，不下雨3天够了，还能给你把墙加固，再围一圈篱笆。
行，那就劳烦大哥二哥了，工钱我照外头算，不会让你们白忙活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当哥哥的给你帮几天忙，能要你的钱？没想到大老粗舅舅胆子这么小。还是我先吃吧，舅舅体格子大，普通的毒放不倒我。吃吧吃吧，应该死不了。先甭管能不能活到下顿，这顿肯定是要一起的。连厨房的门都锁，没想到竟然小心眼到了这种程度。娘，咱们要买这么多东西吗？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也就是我们娘俩拿不动更多，家里还差许多东西呢。回头赚了钱得继续置办。五福，快点跟上，咱们今天东西买的多，直接包牛车回去。你大舅二舅这会儿可能已经忙起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得，还包起牛车来了。既然改变不了，那就享受吧。珍儿，你和几个孩子分出来过，手里的银子可得省着花。大哥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等搬过来，我就会想办法去赚钱。这败家娘们儿才刚分出去就开始大肆挥霍，看她能潇洒几天。回头求上门来，我定要多晾她几天。娘，咱家是不是好久没吃过肉了？你不想来我屋就别进来，来了又摆出这副死德行给谁看？娘，杏儿错了。水生，明儿去镇上砍2斤肉回来吃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你嘴这么快干什么？镇上肉价多贵呀，18文1斤呢，咱昨儿才被骗了300万。总归就是2斤肉，几个孩子也好久没张荤腥了，吃点不碍事。杏儿这会儿正在娘屋里呢，我看就是你那妹妹使的计，干啥不行，嘴馋第1名。行了，你也别顺杆爬。杏儿一个小姑娘能吃多少啊？再说她马上就要说亲了，明年一嫁出去，聘礼难道抵不了她吃的这点肉钱？大舅，你知道哪里有石灰吗？西口镇附近的小作坊就有，3文钱1升。夏夏，你问石灰做什么？咱们现在可没这么多钱。我刚才突然想起，造纸需要用到石灰来着。拿去买。再用不上纸，皮都要被竹篾刮破了。仗你是大气。少贫，赶紧给我造点纸出来。最快也得1个月，如果成功了，回头是不是可以拿去卖？只能随便卖吗？普通草纸应该没问题吧？回头我问问沈福安，他是读书人，比我们了解。只要别干违法的事，你看着办吧。娘，红烧肉还是得放点糖才更正宗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就你挑。完了，妹妹又开始不正常了。她
怎么知道红烧肉放糖更正宗？在梦里吃过吗？关键娘居然一点不觉得奇怪，这太不对劲了。不过除了亲娘，也没谁会这么心疼我了。或许是我想太多了，娘肯定是太累了，才不想跟妹妹掰扯。五福这几天是不是太累了？吃了饭早些休息，明天家里的事不用你忙，带知夏去镇上卖菜吧。好，果然，要不是亲娘，才不会关心我累不累呢。伯母，福安哥哥在家吗？我是林之夏，来找福安哥哥打听点事情的。原来是知夏，刚才不凡来找福安，两人一起去了后山，等会儿应该就回来了。你有什么事？待会儿他回来了，伯母带你问问他。陈不凡，村里出了名的混子，居然能跟谁福安玩到一起去？不用，既然他不在家，那我下次再来找他打听就是。伯母继续忙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要打听什么？可以问我啊。村里镇上的事就没有我不知道的。陈不凡，你娘闹着要分家，能养得起你们兄妹几个吗？瞧着小胳膊小腿的，比我家那筷子也粗不了多少，一折就能断。我家的事不用你操心。小丫头年纪不大，气性还挺大。村里人看到我都是绕着走，你应该也听过我的名头，难道不怕我吗？你是什么妖魔鬼怪吗？我犯得着怕你？村里人都说你是树叶落下都怕打狼的胆小鬼，好像也不全是这样。你都说是村里人说了，难道不知道传闻不可信？也是，现在知道了。你要打听什么？问我，或许我能知道。那我问你，镇上卖普通的草纸需要得到官府准许吗？这个与纸相关的事，恐怕还真只有神府安才知道。就知道不能指望你，不过还是谢谢。这丫头可真有意思。赵少，我听说知夏方才来找过我。是呢，福安哥，我们去一旁说。福安哥，普通草纸想要拿去镇上卖的话，需要得到官府的准许吗？普通草纸不用，如果是宣纸，得经过官府抽查到一定标准，才能让书肆售卖。你们打算卖纸？有货源吗？我想自己试试造纸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。回头要是成功了，我先给福安哥送一道过去。要是真成功了，我倒是能给你介绍些买卖。那就先多谢福安哥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娘想让我大哥和四海都认认字，你这边有合适的书推荐吗？这倒是不难，我幼年识字，是从《千字文》和《弟子规》开始的，只是那书已经烂得看不得了。等有空了，我卷抄一份给你们送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大家都是同村，倒也没什么。眼下陈不凡还在家里等我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没别的事了，福安哥哥慢走。好看吗？当然好。娘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别忘了，你才10岁，该有的不该有的你都没有，少想些有的没的。我没想啊，我单纯欣赏都不行。再说了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？什么叫该有的不该有的我都没有，我这不是还小吗？等我长大了，该有的自然就有了。那就等你长大再说。福安哥，早。啊，姓林的小丫头，我这么大个活人站在这里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不凡哥，你别跟我妹妹一般见识，她年纪小，我带她向你赔个不是。得了吧，就你这胆儿，还不如你妹子呢。你们这么早出门是要去镇上？是，一起吧，正好我们借了牛车，再加你们2个小孩，应该也坐得下。坐牛车倒是没什么，但妹妹是个姑娘家，跟陈不凡这种混子走太近，对名声不好。多谢福安哥和不凡哥，你们真是大好人。你听见没？这丫头居然说我是大好人，我他娘的还是第一次被称为大好人。不早了，早些出发去镇上吧，趁着路肉新鲜，兴许能卖个好价钱。福安哥，现在制一辆这样的牛车，大致需要多少银子啊？牛车架子花不了多少银子，主要是牛贵。刚出生的小牛犊18两左右，半大的得25两，成年牛就得32两。这么贵？牛要是便宜的话，岂不是人人都买得起了？
刚才走那么远的路都不见拉屎，这会儿倒是跟下雨似的，故意的吧？行了，咱们就在老街下吧，这边人也多。福安哥，不凡哥，你们这路打算卖个什么样的价钱？我和我哥这会儿要去新街，如果有人要的话，我可以顺带给你们引荐一下。这只路不算大，大概还有70、80斤，行情价是80文1斤，如果整只卖，至少5两银子。我知道了，等会儿有人要，我叫我大哥过来喊你们。难不成这丫头还真以为自己能卖出去？你赶紧去将牛车拴好吧，等会儿卖了路，我还得往书院去一趟。今日不是放旬假，怎么又要去书院？那边书肆的白马纸便宜，买些回去抄书。得，那我拴牛车去了。不知两位来我们金杯楼，所谓何事？我们这位大哥，我们在山里得了些野味，不知道后厨收不收？如果不收的话，我再去别家问问。我倒是可以帮你们去问问，都有哪些东西。蕨菜和鹿肉，不过鹿放在老街了。金杯楼要的话，等会儿我们可以去取，劳烦这位大哥了。就是你们，这里有鹿肉。是，不仅有鹿肉，还有蕨菜呢。大叔瞧瞧，这蕨菜都是新鲜的，用来炒腊肉最香了。行，你们去将那鹿抬过来吧，这蕨菜我也一并收了。那鹿有70、80斤，另外80文1斤，一整只是5两银子。您这边确定是要一整只？怎么，我们这么大的酒楼，还担心我们付不起5两银子？没有，大哥，你快去老街，让福安哥他们将鹿肉拉过来。这吊儿郎当的气质，跟镇上那群闹事的混混一模一样。这小姑娘怎么就跟这种人扯上关系了？你们接下来是回家，还是要去做什么？我们想去找一找附近的小作坊。不凡哥，知道哪里有卖石灰的吗？出了溪口镇往西，大概2里路就有。你们先去，我和福安还有点事，待会儿过来帮你们拉石灰。那就太谢谢了。这是你们帮忙卖路的报酬。怎么办？留着。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今天搭了沈福安和陈不凡的牛车，难怪能带这么多东西，好多白面啊！五福，先帮我将石灰抬进去。之下，四海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这又是什么？福安哥送的，说是卖路的报酬，是留还是退，娘看着办吧。留着吧，好歹你也出了力。夜里等四海睡着了，再单独跟女儿说。知夏和五福都长进了，这么小就会赚钱赚粮食了。妹妹往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。我倒没做啥，妹妹脑子转得比我快，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了。知夏才10岁，居然有这样的本事，不过是运气好。大哥二哥也别夸，回头俩孩子尾巴都得翘天上去了。五福，你去后山挖点芥菜和野葱回来，咱们中午吃饺子。哎。真是没想到，大嫂一家离开家里之后，日子竟过得这样滋润。大嫂，今儿中午吃饺子呢？是啊，吃饺子。哎，我来给大嫂帮忙吧。不用，还有五福和知夏给我打下手呢。那是白面，这么多，我给大嫂包饺子吧。分家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，往后我们两家互不相干，包饺子的事就不用你帮忙了，你回去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哥二哥，先把手先歇会儿吧，饺子很快就好了。之前以为5天就能全部弄好，眼下看来还得再多2天功夫才行。不碍事，辛苦大哥二哥了。回头等我们将手头上的事理顺了，大哥二哥就领着一家子过来吃个团圆饭，当给我们暖屋了。成，不过得等栽秧之后。夏夏睡了吗？差点就睡着了，怎么了？白天我就想和你说了，这里不比咱们那时候，女孩子家的名声比命还重要，往后还是别跟陈不凡走太近了，以免村里人说闲话。他人看着虽然吊儿郎当，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坏的。既然来了这里，咱们也要入乡随俗，否则将来只会害了自己。人家黑的都能说成白的，你和他走得近的话，做没做什么还重要吗？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外面是谁？大哥，怎么了？
刚才好像听到院里有点声来着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刚我和之夏在屋里说话呢，大哥会不会是听岔了？哎，许是听错了，睡去吧。娘，家里进小偷了吗？厨房里的东西都放在五福和你大舅睡的屋，真有小偷也不怕。睡吧，要不是人都快养不活了，真想去哪里弄只狗来。2斤面足够一家人吃了，回头再打上一个蛋花汤，味道肯定不错。杏儿，杏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水生、秀兰，快去看看杏儿。杏儿，你在厨房做了什么？哪里来的这么多石灰？二哥，大嫂害我！大嫂不是都分家出去了吗？她怎么害你了？那些石灰粉是我从老宅带来的，我以为是白面，可我昨日明明看到大嫂用白面做了饺子，怎么会变成石灰粉呢？肯定是大嫂害我，我的手好痛，会不会留疤？还不快去镇上喊大夫！昨儿我从你这里拿了饺子回去，讨了娘好一顿骂，说你日子过得本来也不容易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还从你这里拿东西走，你是不知道我当时那个冤枉啊！让二哥受委屈了，待下回去了，我亲自跟爹娘解释。哎，解释倒不必，不过往后我是不敢再从你这里拿任何东西走了。你有什么东西，还是先紧着几个孩子，我先进去给大哥帮忙了。夏夏，水桶给我。抓到了！这些小的咱们就留着自个儿吃，大一些的品相好，你们拿镇上去卖。这会儿去村口应该能赶上牛车，快去快回。呀，五福一早插这么多鱼，是要拿去镇上卖呢？去碰碰运气，还不一定有人买呢。哎，你们家最近日子还不错呀，总能闻到肉香。阿公阿婆担心我们搬家没吃的，特意破费银子让大舅二舅带来的，昨儿吃完就没了。没事儿，往后再想吃可以自己赚。没想到平日里木木讷讷的大哥，还有这般机灵的时候呢。孩子，这儿。崔婆婆，您今天也来卖鸭蛋了？是啊，我来时没见到你们，寻思你们可能会来，就多占了点地儿，没成想还真来了。我们昨儿也来了呢，不过昨儿没在这里摆摊，去新街那边了。昨儿没在这里摆得好，昨儿镇上啊有人收头钱呢。什么是头钱？就是镇上那些地痞流氓跟咱们收的保护费，1个月60文钱。谁要是没交头钱，这买卖就做不成了。每个月出5人都少，咱们这些散户啊就得碰运气了。不过只要看到人来就收摊走，基本也不会将咱们怎么样。哦，那还好。小姑娘，这鱼怎么卖的？小鲫鱼5文，大点的8文，鳖鱼18文，绝鱼30文。挑一条回去熬汤，给我孙子补身体。大一些的肉多，也没那么难挑刺。大娘，要不选这条吧？行，那就这条了。这个毛草菌，大娘要不要带点回去？炖在鱼汤里可好吃了。您要的话，跟鱼一起，给我10文钱就好。好，哥，你要不背着蕨菜去金杯楼瞧瞧？万一他们还收的话，也好过咱们一直在这里摆着。行，那你小心些啊，就算鱼卖完了也别乱跑，就在这里等我。放心吧，还有崔婆婆在旁边陪着我呢。哥，金杯楼那边怎么说？李大厨将蕨菜收了，还说咱们往后要是再弄到什么野味儿，也可一并给他送过去。崔婆婆，我们今天恐怕会比你先收摊了。快收摊！收头钱的那帮人来了！林之夏、林五福，你们跑什么？沈不凡，就是你们在这里收头钱？是啊，今天正好轮到我来这里巡查。你们在这里卖什么？哥，
沟里捞了几条鱼，是不是我们今天不给投钱就走不了了？放心吧，往后只要我还管着这条街，不用你们交投钱。兄弟们，强人认仔细了，这是我妹子，同村的，往后可不许找她说投钱。是，凡哥。多谢不凡哥。有事知道叫我哥了。刚才碰见的时候，你可是直接喊的我名字，往后还是叫我名吧，显得没那么刻意。之夏，你们和那个收头钱的人真是同乡？是。幸好是你们的同乡，否则咱们今天这60文啊，怕是要交定了。哥，那我们也回吧，余下2条小鲫鱼带回家吃算了。好。你昨天拿了石灰之后，可扎紧实了？肯定扎紧实了，还让哥哥给我帮忙了。今天你们走后，我才发现这袋子是敞开的，地上还撒了不少。昨晚上你大舅听到了一些动静，可能是真有人摸家里来了。会是小姑吗？就她那副蠢样子，恐怕是连白面和石灰都分不清的。要是吃出毛病，指不定还得上咱家来找麻烦，真是个烦人精。那也怪不得我们，东西是他偷的，就是他的死了，闹到县衙去，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话糙理不糙，蠢死也好，少一个祸害。我才收拾出厨房，这石灰用木板搭着堆在厨房吧，夜里拴上门就好了。大嫂，在家吗？大嫂家里是不是买了石灰？是买了。大伯母，小姑的手被你们家的石灰伤了，刚找大夫治伤，花了75文钱。大夫说后续还得涂药，咱们家什么条件你也清楚，可不能不管呀。奇怪，我们家的石灰怎么会到你们家去了？还伤了小姑的手？你说话得有证据，空口白牙就在这胡说八道，小心我上县衙告你污蔑。大舅哥昨天晚上是不是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？是。白天看大嫂用白面做饺子，我以为案板下的石灰是白面，才趁着夜里上老宅来拿的。昨晚你们听到的动静其实是我，石灰确实是大嫂家的，我的手也是大嫂家的石灰伤的，我也不要多的，大嫂给我3两，这事儿就算扯平了。你跟我家扯平了？我家还没跟你扯平呢。之前没分家，小姑就隔三差五偷我们屋里的东西，这次都分家了，又拿到老宅来了，这说白了就是偷。我们还没让你还被你偷去的石灰粉呢，就好比你去别人家偷东西，踩空摔伤了，难不成还是别人家的错？我们大人说话，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臭丫头，在这里插什么嘴？在我们家，知夏完全可以代表我，她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。大嫂这话说的，五福比知夏还大3岁，五福这个当大哥的都没说什么，她一个才10岁的毛丫头，凭什么？妹妹年纪是小，但她至少知道不能偷东西，也知道偷东西受了伤不能怪到别人身上。小姑如今跟我们是2家人，我们自家人都没说什么，小姑也管不着我们家的事。那点石灰多少钱？我赔给你们，但是你们家的石灰伤了我这件事不能罢了。小姑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今天别说3两，就是3文也没有。小姑要是觉得自己占理，你就上县衙告我们去，让县令大人判一判。你打他试试！明明是你自己偷东西做错事，结果还恶狗反咬人。我妹子之前在你们家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？小小年纪还没成亲呢，就泼妇成这样，往后谁要是娶了你，怕是得倒8辈子大霉。你们欺人太甚了！赵家大哥，我妹妹年纪小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大嫂，你看这事儿也确实是因为你家而起，是我让她来我家偷石灰了，赶紧哪儿来的给我回哪儿去！就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否则别怪我们兄弟将你们扔出去。行了，别逗死了。大夫不是说娘这腿还有治吗？这些日子你好生伺候着娘，等她的腿好了，自然有法子镇住大嫂一家。娘的腿能治？今天请来的镇上大夫，顺便给娘看了腿，说虽然坏了，好些年等花些银子还能治，只是会有些跛。我怀了身孕，婆婆的脚要是能好，我坐月子也有人伺候了。大夫说要3到4个月，二哥放心，我一定陪着娘好好恢复。村里这些人可真够利索的，昨天才卖了1天呢，到今天直接绝种了。没有鱼的话，只能先将菜送去镇上了。我一个人去吧，今天不用摆摊，妹妹跟着跑来跑去也累了。也行，我再给你一些碎银子，回来的时候带2斤糖1斤芝麻。知夏得空了就领着四海去村里问问谁家有黄豆，先收个10-20斤回来。我试试能不能做腐乳，咱们家没有田地，也不能总靠着山里和沟里过日子，不然一到冬夏2季就得喝西北风了。
或你这样喊。生黄豆了，哪位婶子婆婆家里有黄豆啊？之夏，你们是真要收黄豆？是的，钱婶，我娘想要20斤黄豆做种，您家里有吗？你们收多少钱一斤？6文。镇上贩子来收，最多也就5文。我家可以匀出来10斤给你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家拿。哎，我家也能匀出来10斤，我也拿去。钱婶，李婆婆，我娘收的价高，对黄豆品质也是有要求的，你们挑些好的来。小的来。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，背20斤走这么一段路已经很不错了。上回买的芝麻糖还有几块，你跟四海吃去吧，记得给五福也留1块。好嘞，那吃吧。这块留给娘吃。行，那就给娘留着。四海真孝顺。花的比赚的还多，娘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五福回来了，怎么好像不高兴？今天菜没卖出去啊？那倒不是，就是感觉赚太少。哎，多少都是赚嘛，钱啊都是攒出来的。那也得攒得住啊。这20斤黄豆又是100多文，唉，我今天赚的钱都不够家里花的零头。算了，先饱一餐是一餐。五福，糖和芝麻都买回来了。买了。行，娘中午给你们做几个芝麻酥饼尝尝，回头要是味道不错，明儿你再去镇上的时候就往铁匠铺跑一趟，定制一个鏊子。定制鏊子，又要花一大笔钱。你要是不想去也没关系，等你舅舅他们忙完，我自己去也行。我没有不想去。那行，明儿去镇上，我再给你一些碎银子。谁家在做吃的？这么香！哎，你趴在这做甚呢？又没得你吃的。走，回家去。婶子，等一下。婶子，这馅饼给狗娃吃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又是白面又是芝麻的，贵着呢。拿着吧，狗。之夏，吃饭了。我在这儿。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也不怕碰到长虫？我砍了些蒿笋。都怪我，不该催你。快上来，我背你回家。伤口不深，我自己穿鞋走吧。哎呀，快上来，不远，没人看见。回去包扎好再穿鞋，不然会疼的。这是怎么了？娘，没事，不小心割到脚了，伤口不深。先吃饭，都来尝尝我这酥饼味道如何？又是白面，又是芝麻，又是糖，又是油的，能不好吃吗？这甜丝丝的东西留给孩子吃吧。嫂子在忙呢。妹子怎么来了？我婆母说，嫂子给了狗娃一个糖馅饼，家里也没好东西，就拿2个鸡蛋给孩子们补补。这韭菜啊，是自家种的，不要钱。看你家院里没种，特意让我拔下来。这怎么好意思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嫂子只管收下，我先回了。哎，你慢走。
哥，差不多了，你再去趟摘香春那地方看看，有新的，明天一起卖。咱们卖那边有点远，你脚伤着了，等会儿我去就行了，小心点儿。1斤面大概做12个饼，需要1两糖，半两芝麻，再加猪油，成本23文左右。一个饼成本差不多2文钱，5文一个，能赚对半多呢。这买卖可行。老天爷，我没走错地儿吧？娘和妹妹啥时候会写字儿了？娘，你和妹妹什么时候学会写字的？啊，我们哪会写什么字？这不是跟你妹妹合计成本，脑子算不明白，在地上胡乱做记号吗？好像也是这么个理。娘，香椿摘回来了。哥，你先拿点蒿笋去金杯楼，能卖掉点，省点功夫。行，你哪儿也别去，我去就回。卖蒿笋了，卖香椿了。小姑娘，你这莴笋怎么卖的？3文钱2只，可以炒一大盘呢，清甜鲜嫩。大婶，再来2只吗？成，给我来4只。好嘞，给您挑的都是个儿大的，大婶慢走。切，陈不凡，你这样是会吓死人的。倒是难得看到你屁滚尿流的样子。屁滚尿流不至于，脚受伤了没站稳而已。我哥去金杯楼了，马上回来。你哥心挺大，把你个小屁孩扔在这儿。我可不是小屁孩。对了，正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呢。我娘想在镇子上支个摊子，卖芝麻酥饼。你知道哪有固定的摊位吗？就像那边包子摊那样的。岛街的固定摊位都被占了。这样，回头我让弟兄们找个合适的位置，给你另换一个。太好了，等有了摊位，我们也会按时交头钱和摊位费，不让你为难。话说，你们收的头钱都去哪里了？一部分上交官府，一部分分给管这条街的弟兄们。不然你以为这条街怎么这么太平？那看来你们干的都是好事啊。我还有事，摊位的事我记下了，落实了通知你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怕有人趁你脚伤了欺负你。哥，金杯楼的蒿笋卖了多少钱？42文，加上香椿，今天卖个100多文不成问题。可等会儿还要去订鏊子，赚的钱还不够花呢。这个尺寸的鏊子430文，5天后来取。跟我来吧。妹妹，陈不凡要带我们去做什么？他想让我们加入他们，帮着在老街收头钱。我们不行啊，娘会骂我们的。我问过娘了，她说她不反对。就你这小胆儿，还是算了吧。我看你妹妹倒挺合适的。什么？让妹妹当女混混？不行，跟我回家。除非娘当我的面亲我同意，否则我不会让你去的。哥，我逗你呢。陈不凡是带我们去看摊位的。看摊位？是娘跟你提的？对啊，娘不是让你去订鏊子吗？她想在镇上摆摊卖馅饼。我早晨碰见陈不凡，就跟他提了这事儿。哎，你不早说，我还真没猜到。这个位置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这里摊位费和头钱是多少？这边偏一点，摊位费120文，头钱60文。头钱你们可以先不给，等挣到钱再说。棚子和灶得你们自己担。成，这位置你先给我们留着，等我娘明天来看过，就给你付摊位费。妹妹，180文可不是小数目啊，咱们还是先跟娘商量商量吧。这样吧，位置我给你们留着，你们一家人明天看过之后再做决定。行，那明天我们在这里会合。多谢福安哥，你的字真好看，幸好前世背过几句，繁体字也认得一些。福安哥，这一句怎么念啊？润鱼成穗，绿缕调阳。前面几句你都会了？以前听二叔家的灵光宗念过，所以记住了些。福安哥，你能教我写这几个字吗？回头我好教我哥和四海。好。写点字也好，省得五服以后再疑神疑鬼。你学一遍就会了，之前练过吗？没有，
就是平时喜欢拿棍子在地上乱画。这世上果真有天赋异禀之人，好好学。不早了，我也该回了。福安哥，这书多少银子？总不能让你白忙活。银子不必，改天得了猎物，多帮我们找找销路就好。娘和妹妹都学这么快，弟弟年纪小就算了，或许我真不是念书的料。婶子，四海就麻烦您照看一天了，咱两家隔得近，看个孩子没什么，你就拿回去吧。婶子可得拿着，往后怕还有劳烦你的地方呢。四海，乖乖跟狗娃玩，要是看到有鬼鬼祟祟的人来咱家，就大声喊抓贼，知道吗？娘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喊。真懂事，回来娘给你带大肉包吃。村里好多人看我们卖野菜赚钱，都跟着去摘，今天只摘到这么点儿。不过有总比没有好。这里不错，离书院近，不愁没学生来买，往后四海来这念书也方便。就这里挺好的。婶子真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还得谢谢你挑的好地方。摊位费是今天给你吗？不急，等婶子动工的时候再给吧。你有认识搭造的师傅吗？我想今天就开工。算了，不想了，钱花了总能赚回来吧。五福，你留在这儿给金师傅帮忙，我和你妹妹先带些东西回去。四海，娘，姐姐，看你这一身，跟你得滚出来似的。小孩子家家不都这样，脏了洗一洗照样能要。都来洗洗手，婶子给你们分馒头吃。娘，你这是打算把我当小孩重新养一遍呢？先瞧瞧你自己几斤几两再说话。婶子，我娘刚炒了豆子，让我送点来给你们尝尝。快进来坐。我们小时候玩的豆草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但好像不太适合我们现在玩了吧？现在玩确实不适合了。前些年不是我不跟你玩，我娘说你胆小怕事，再加上你总不出门，你阿奶又凶巴巴的，像只大老虎，可吓人了，简直跟我阿奶一模一样。是吧是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阿奶虽凶，至少有你们一口吃的，如今分出来就什么都得靠自己了，说不定会比那时候过得更好呢。也是，我娘说一家人拧成一股绳儿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我得去割草喂鸡鸭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去忙吧。你来我家做什么？邹嫂子，我想借你家石磨磨点豆子，我给钱，2文钱行吗？借来吧，我们家石磨可不白用。你磨豆子做什么？之前在娘家学了门手艺，想试试成不成，赚点钱养孩子。你还年轻，就没想过改嫁？没有，孩子都仨了，再熬几年五福就成年了，家里有男丁撑门庭，比什么都强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我才不干。这是人来借石磨，你这么盯着人看做什么？我看你就是不怀好意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没有，哎呀，松手啊！娘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去哪儿了？没往深山里跑吧？放心，就在山那边的荒地里摘的。娘，你看，四海还在草堆里捡了4个野鸡蛋呢。哟，真不错。我跟兰妮说好了，卖了钱我6他4，毕竟销路是我提供的，她也乐意。兰妮、狗娃，你们回家拿个大汤碗来，婶子给你们弄点好东西尝尝。婶子，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你去拿碗来就知道了。狗娃，你抱个碗出去做什么？隔壁伯母让我拿的，说给我弄点好吃的。这赵嫂子手也太松了，又是饼子又是馒头的。你们懂什么？人家这叫会做人。我瞧着赵家那几个孩子都机灵，以后日子差不了。邻里关系打好点没坏处，让狗娃顺便带个蛋过去，不能白拿人家东西。哎，
伯母，我娘说不能白吃你家东西，让我把蛋带给你。好，伯母给你多盛点。娘，摊位上的灶沏好了，金师傅说晾2天就能用。好，下午你跑一趟你阿公阿婆家，给他们送点豆腐和豆花去。你们要吃甜的还是咸的？我要甜的。我也甜的。我和娘一样就好。我喜欢咸的。那我也咸的。又是饺子又是豆腐的，还给工钱，这不对劲呐！怎么回事？上回我说他是讨债的，他不会当真了吧？五福，你们日子也不轻松，怎么还给我们送吃的来了？家里还有粮食吗？有的。你娘最近在忙什么？娘在镇上租了个摊位，打算卖芝麻酥饼，后天就开张。就是我和你二舅吃过的那个。是。胡闹！她一个没怎么出过门的女人，哪儿会做什么买卖？这要是亏了可怎么办？当着孩子面少说2句，买卖还没开始呢，你就不能盼他点好？抓住了！快去洗洗，换身衣服，等明儿干了，我给你们缝补。这几天俩孩子天天2头跑，也赚了2000多银子。要不是钱不够，真想给他们买身新衣服。娘，抓到野鸡了，正好咱们明天开张，双喜临门，好兆头啊！行了行了，快去洗洗。芝麻馅饼哎，又香又甜又酥脆的芝麻馅饼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大哥，尝尝我们新出炉的芝麻酥饼吧，免费试吃。婶子，让小弟弟尝尝吧，可香了。要多少钱一个？今儿开张，试吃不要钱，先尝尝，好吃再买。妹妹这样免费送，本钱都要亏进去了。可娘都没说啥，我也不敢说。不急，开业第1天。主要是打响名气，等他们想吃的时候，自然会来。娘，第1天能有这个数已经很不错了。等知道咱们摊位的人多了，生意会越来越好的。哥，我们去金杯楼卖野鸡。原来是知夏呀，今天送什么来了？李大叔，昨儿得了只野鸡，您瞧瞧，能给个什么价？还挺肥，320文。怎么样？大叔，您再给加点呗，这野鸡这么肥，别家可没有。再说了，我娘最近在琢磨一道镇上从没有过的新菜，要是成了，我第1个给您送来。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400文，就400文，不能再高了。丫头，你娘那新菜出来啊，可得先往我这儿送啊。成交，一定一定。哎，你们刚走，陈不凡就带了一群人来，一口气买了20个饼。娘，这是卖野鸡得的400文，我讲价了的。就你机灵，去吧，跟哥哥弟弟一起去吃碗面，给我带2个馒头就行。大婶要4碗面，3碗在这儿吃，劳烦您帮我送1碗到那边的馅饼摊给我娘。好嘞，你这闺女真实诚。大妹子，你这闺女真孝顺，没白养。大姐说的是，我家3个孩子都孝顺。四海还是太小了，等开张这几天过去，你还是留家里带弟弟吧。摊上的事有我和你大哥就行。好，我再帮5天忙，明天还是把四海寄存在贵婆婆家吧，省得她跟着我们受累。我在家还能去山里找点野味，让哥哥带来卖钱，顺便还能多睡会懒觉，挺好。现在生意兴隆，托福托福。
您看这2根大骨头上都没啥肉，送我们呗。我用一个芝麻酥饼跟您换。哎呀，我的腿要断了，娘，这路也太远了。等咱们赚了大钱，一定要买头牛，买辆车。我看你是假累，真累就像我们一样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为了耳根子清净，你来数钱，数明白没？当然，加上那野鸡的400文，减掉吃面买肉的42文，还剩下708文。摔了一跤，妹妹不仅字学得快，算术也这么厉害了。不过，只要是往好的方向变，她还是我的妹妹。四海过2个月就5岁了，明年得送去念书，家里能出个读书人，对谁都有好处。希望这摊子能撑起咱们的开销。娘，我觉得咱们摊子光卖甜口的太单一了，好多人想吃，又觉得这饼不管饱，不如花钱吃碗面。咱们销量不算大，再加一样东西，应该也能得过来。行，回头再加个千层肉饼和韭菜鸡蛋馅饼，饼做大点儿，韭菜鸡蛋的卖5文，千层肉馅的卖8文，利润小点没关系，先把买卖做起来。家里白面不多了，明天你得去买，要是买的多，中午就先搭牛车送回来。好，明天先从桂婶家淘点香葱上肉饼，上午忙完，你跟五福一起回村收点鸡蛋韭菜，后天试试韭菜鸡蛋馅。好嘞。怎么这么早啊？我还没睡够呢。你以为我不想多睡会儿？我倒想咱娘俩还躺在沙滩上，看着那些8块腹肌的小帅哥呢。娘，我这身板才10岁，以后这种话咱家得禁止。行了，赶紧起床吃饭，还得去镇上呢。哎，慢点慢点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是想让我看着四海？是呢，婶子，知夏这几天也要去镇上，四海得在您这待上几天。一个孩子能吃多少？用不着这些。还有一事，想问问婶子家的香葱卖不卖？我们要做新馅饼，要的比较多。嗨，自家地里的东西不要钱，我去给你分点。那不行，婶子要是不收钱，这菜我可不要。这饼怎么卖的？芝麻馅饼5文，肉馅千层8文，皮儿薄馅儿多，一口下去滋滋冒油，特别管饱。来一个尝尝。那来一个肉的吧。好嘞，你拿好，当心烫。多谢客官，慢走啊。这丫头也不知道随了谁，有时候死要面子，有时候又没脸没皮，简直就是个活爹。婶子，五福，知夏，福安哥，今天出了新品，帮我们尝尝味道。伯母手艺真不错。味道确实不错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肉香浓郁。几位大哥，璞玉书院里有饭堂吗？我看中午出来吃饭的书生好像不多。有饭堂，不过不好吃，家境好的会去新街吃，很少来老街这边。饭堂嘛，都是大锅饭，可以理解。小姑娘好似吃过大锅饭？那倒没有，就是听人说起过。掌柜的，白面怎么卖？0麦9文1斤。我要是买100斤呢，能不能便宜点？你看我们天天在镇上摆摊，以后用量大着呢。8文2，不能再低了，必须一次买100斤。唉，手上连500文都没了，全家人的破衣服、烂鞋子，还有家里那破床，都得再等等了。五福，你看好粮食，我回去叫你妹妹。您的饼拿好了。哎，多谢。娘，买好了。买好了，牛车还有1刻钟就走，你大哥在车上等着了，你也快去。嘿，这就去。四海，回家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又玩了一身泥？姐姐，你给我带吃的了吗？鼻子挺灵啊，知道有吃的，还不快去洗手？遵命。妹妹啊，我得早些回镇上去了，娘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哥，路上小心点。姐姐，什么好吃的？吃吧，等会儿我再给你做好吃的，顺便把昨天买的大骨炖上。晚上咱们吃大骨汤面。姐姐炒的饭真好吃，看来得跟她打好关系，以后就我俩在家了。以后姐姐给
给你做更多好吃的。我出去收点鸡蛋和韭菜，你在家乖乖的。之夏，你不是去镇上了吗？中午回来的，我娘叫我在村里收点鸡蛋和韭菜，你家有吗？哎，要多少啊？我们家还能卖6个出去。韭菜要不要啊？都要。现在以后你家有多余的蛋都可以往我家送，过几天我就全天在家了。成，再有蛋我叫来妮儿送去。没想到在家的活这么繁琐，前世老妈一干就是20多年，渣爹还说她在家享福，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非得给她2巴掌不可。娘，大夫说了，糖才说没有治愈的可能，你再坚持坚持。我这腿伤了3年，都没这半个月瘦的最多。这李秀兰自己不出钱，倒是指使起我来了。可为了让他继续掏钱，只能忍了。谁家在炖肉？不知道，这味儿好像是从老宅那边飘过来的。赵玉珍那几个白眼狼搬出去大半个月了，一个都没回来看过我，日子倒是过得挺滋润。杏儿去一趟老宅，让赵氏去赵家庄叫他兄弟来帮忙，家里田地你2哥一个人忙不过来。还飘着肉香呢。难道赵氏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饿死事小，事结事大。春熙，这话不能乱说。赵氏这些日子在做什么，我们这些当邻居的都清清楚楚。他赚的每一个子儿都是干干净净的。有些人眼蒙心脏，看什么都是污秽的。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张口闭口就是往后要祸害哪家？婶子放心，咱可看不上他那样的，他呀心气儿高着呢。行了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你把门关好，当心他去而复返。哎，婆婆慢走。娘，你是不知道，林之夏那小贱人不仅关门不让我进，还咒我遭天谴。你说老宅还炖着肉，千真万确，那肉香味儿，看热闹的都闻到了。这赵氏刚做点小买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这么花钱，迟早败光。水生，吃了饭你去趟老宅，你大嫂一个女人家在外抛头露面，别是借着做买卖的幌子干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伤了你大哥的门风。好，娘，家里田地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要么让大嫂去叫赵家舅哥们来帮忙，要么咱花钱请人吧。哪有闲钱请人？我今天让杏儿去，就是说这事儿，结果被那小妮子关在门外。待会儿你去了，顺便把这事儿提一提，让她上点心。哎，好。
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江湖救急。你在厨房打仗呢？大嫂在家呢。有事？听说大嫂最近在镇上做买卖，家里没田没地，只能做点小买卖赚口粮。今天来是想问问，如今春耕正忙，赵家几位大哥什么时候能过来帮忙？往年我娘家兄弟来是为减轻我的负担，如今我家没田没地，他们自己家都忙不过来，还来这里干什么？嫂子，家里正忙，你还真什么都不管了？再忙也跟我无关。既然签了契书分了家，往后我就不会再管你们的事。要是觉得我们碍眼，你可以让娘给我一封和离书，我立马带孩子走。林春信今天来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也就是家里没个能挡事的男人。娘，要不你给我们找个后爹吧？你还年轻，也该有自己的生活。去，少想些有的没的。你现在该想想怎么赶紧把纸做出来。都快1个月了，也没见你弄出个名堂。造纸急不得，都泡了大半个月了，不差这几天，不然功亏一篑又得重来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没糟蹋了。哇，腐乳原来是这样发酵的，毛茸茸的，又长见识了吧？娘，大嫂不肯，不是还有二嫂吗？对呀，水生，让你媳妇回娘家叫人来帮忙。娘，秀兰娘家那么远，她还怀着身孕，怎么走啊？那怎么办？我明天还是去找对门的大胖二胖吧，出点工钱就出点，总好过到处求人。反了天了！等我腿好了，非得去赵家庄说道，让他们看看养的好女儿。娘，如果不下雨，1个月能赚4两多银子，1年到手40两，很可观了。就是以后要是有人跟风，恐怕就赚不了这么多了。娘，你那豆腐豆花什么时候安排上？铁板豆腐也很好吃，这手艺别人学不来，是独家。你以为我没想过？人生3苦：撑船打铁卖豆腐。上次10斤黄豆推磨推得我手都起泡了，家里又没石磨，总去借，手艺不就泄露了？也是，家里要是有个干体力活的男人，或者有头牲口就好了。别总想着一口吃成胖子，先把饼摊做好，赚点本钱再说。对了，你前几天说要找竹编师傅，赵家庄就有。你明天带着四海去看看你阿公阿婆，顺便把腐乳捎一罐去。娘，虽然咱家没劳力，赵家庄有啊，你何不将做豆腐的手艺交给几个舅舅？你舅舅家可不只有舅舅，还有舅母。如今咱们自己都才刚起步，他们又不懂买卖，万一没做起来，岂不是要怨到咱们头上？也是，七兄弟明算账，好心办坏事，反倒成了罪人。这种有风险的事不能干。虽然是亲人，但毕竟我已经嫁出来了。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真够复杂的。别以为念了大学就什么都懂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四海，给贵婆婆和刘婶家各送几块过去尝尝鲜。好嘞，姐姐送到了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这话果然没错。四海，你看，那是槐花树，再过半个月开了花，咱们采回去包饺子吃。该喊人了。阿公阿婆，我们来了。这不是玉珍家的小儿子吗？长结实了呀。听说玉珍分家了，可见在婆家过得不好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跑得满头大汗，你娘呢？娘没来，姐姐带我来的。阿公阿婆、舅舅舅母、表兄表姐，你娘心可真大，就让你们2个孩子跑这么远的路。阿婆别担心，我都10岁了，不小了。娘和哥哥去镇上卖酥饼，特意叫我带四海回来看您和阿公。就算看穿了，我还是林之夏，这是事实。女大18变，性格有点变化很正常。之夏丫头，你跟阿公说实话，你娘的买卖到底怎么样了？要是不行，就赶紧收了，让你舅舅们去给他开2亩荒地。阿公放心，赚不了大钱，但养活我们一家4口没问题。您要不信，可以让舅舅们去镇上瞅瞅。你这坛子里带的什么？我娘腌的腐乳，给你们尝鲜的，特别下饭。大舅，我娘说村里有个手艺好的竹编师傅，您能带我去看看吗？我要找师傅编几个竹帘。找竹编师傅做什么？我娘让我找师傅编几个竹帘，家里用得上。大舅放心，我今天带了银子来的。
这种事，你娘怎么让你一个孩子来，能弄明白吗？走吧，我带你去。四海，你留在这儿玩，我也去。老二、老三，明天你们往镇上去一趟，看看玉珍那里到底什么情况，能帮就帮一把。哎，知道了。喂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表姐以前不是最瞧不上我吗？哪是瞧不上？你以前跟个缩头乌龟似的，不爱搭理人，我总不能热脸贴冷屁股吧？往后你多去我家坐坐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你都会做什么？那可多了，狮子头、夫妻肺片、蚂蚁上树。等等，你净瞎忽悠！狮子头，他吃你还差不多，还有那夫妻肺片、蚂蚁上树，听着就瘆人。哪有这些菜？怎么没有？真的有！我不信，我大哥还在镇上酒楼当过小厮呢，他都没听过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谁规定你没听过的我就不能知道了？那不然呢？难不成你成天不出门，还能比我知道的多？好像你出过几次门似的。行了行了，咱俩半斤八两，不说了。嫂子，水哥在吗？他到后院看竹子去了。今天镇上有个客栈的东家派人来，找当家的定做了几个竹灯笼，正准备竹子呢。你们来找当家的是有什么事？我们想找伯伯做几个竹帘。什么样的竹帘儿？竹帘的疏密如何？做什么用的？我们是用来过滤特别细小的东西，竹帘得制作得非常密才行，而且还不能太厚，得能滤水下去，上下2个方框固定大小，竹帘面上要尽量光滑。可能制作的工期会有点长，伯伯这边能做吗？你水伯伯要是不能做，咱这10里8乡别的竹匠就更加办不到了。这事儿交给你水伯伯，保准没问题。我试试。那就有劳水伯伯了。不知您这边是怎么收工钱的？这样，我这几天还得赶制8个竹灯笼等我做好了，先给你打个样，你满意了，咱们再谈价钱。免费打样？娘念叨快1个月了，要是这事儿再不办好，娘手里的40米大刀就要落我脖子上了。我也不好意思叫伯伯免费给我打样。您近日赶制的灯笼什么价？我也订2个，一个搁家里挂着照明，一个走夜路用。镇上客栈订的大灯笼要求高，一个就得80万。你要是自家用普通的小灯笼就行了，20文那种。灯笼和打样的竹帘做好之后，劳烦伯伯去家里跟我大舅说一声，到时候我过来取。这是玉珍家的闺女啊？是玉珍家的，如今他们母子几个从林家分出来了，玉珍要赚钱养家，就只能我带着孩子来了。你娘赚点钱不容易这银子你拿回去吧。竹帘的事我会放在心上。你4天后来，到时候打样还没好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打样。我说要2个灯笼就肯定要的。我娘和哥哥每天早上去镇上，天都是蒙蒙亮，这灯笼能派上用场。那你4天后再来吧。以前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父母不让女儿远嫁，还真挺有道理的。知夏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跟我走，我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你跟我走就知道了，快点，等会儿恐怕就瞧不到了。你看，这老太婆要是能走了，老宅哪还有安生日子过？我瞧着你这腿再有个把月就能自个儿拄着拐走动了。谁说
说不是，得亏我家水生从镇上请了大夫，否则我这辈子都离不开那张床了。我听说赵氏最近在镇上做买卖，天天收蛋收菜的。你们好歹是一家，他没从你小儿媳那儿弄点去赚小钱？别提了，赵氏就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，提到他我就来气。我们现在就是有，他恐怕也不会收，看不得我们过好日子呢。别说你们，咱两家住得近，他连我家的都不收。我寻思着，他是看咱俩感情好，担心我包庇你家呢。还有这事儿？就前天，我拿着好不容易攒的6个蛋去他家，他嫌这嫌那的，愣是让我拿回来了。你说这不是夹着私心是什么？你们真没收到邱婆婆的蛋吗？是没收，她送来的不是臭蛋就是陈蛋，还有一个是沾满鸡屎的隐蛋。我们又不是做善事的，收回来干嘛？邱婆婆可真坏，明明自己不怀好意，还当着你阿奶的面编排你娘。回头得给我娘提个醒，往后邱婆婆家的东西，就算镶了金，我们也不能要。你阿奶将来腿脚好了，看到你们家日子好过，恐怕还得搅和事儿出来。没事，她彻底恢复还要1、2个月呢，我们尽量多攒点银子，到时候她要实在闹得过分了，我们再另做打算。今天还得谢谢你跑来提醒我呢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别跟我客气。娘，阿奶的腿快好了。我今天看到邱婆婆和小姑扶着她在院子里走路。她的腿本就不是全无知觉，之前是家里穷没钱治，如今得了30两补贴，那个铁公鸡居然舍得拿钱出来，倒是稀奇。恐怕是二房和林春杏照顾得没我周到，把她折磨惨了，担心自己晚年不幸，这才生了治腿的心思，没让她再多受点罪，倒是便宜她了。今天大舅带我去了水伯伯家，他接了镇上客栈的单子，让我4天后去看竹帘的打样。成，4天后你再领着四海走一趟。哎呀，盼星星盼月亮的，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。可是你们娘腌制的新菜是成功了。这是我娘最近腌制出来的腐乳，李大叔请品尝。哎呀，细软鲜香，咸中带甜。你这腐乳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这样大小的坛子还能再装16坛。我娘说了，制作工序复杂，用料不便宜，定价120为1坛。如今天气热了，至少半年内做不了第2批。这腐乳就只金杯楼独有。奸商啊！昨天娘俩商量时，不是说30文1坛，薄利多销吗？怎么转眼就120文了？这可是10倍的利润啊！行，都给我拿过来吧，我马上就账房给你结算银子。余下的1个时辰后给大叔取来。不过我得先提个醒，下半年要是出货多，价格有所调整也正常，希望大叔理性对待。物以稀为贵嘛，我懂。以后啊，再有什么好东西可得第一时间想着我。妹，你昨天不是和娘商量好卖30文1坛吗？怎么卖成120文了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得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啊。大哥刚才没瞧见李大叔他们多稀罕咱家的腐乳吗？那必须得加价，能多赚点，谁不想多赚点？哦，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。你卖这么高，回头咱们自个儿零卖，该如何定价？定得低了，怕人家有意见。娘放心，我都跟李大厨提了醒，有了金杯楼的铺垫，咱们量产后卖个60文应该没问题。大婶儿，给我来碗面，加个蛋，再多给我加几片肉。原来把摊子摆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能做得好买卖才怪了。大婶儿，你这摊位最近生意如何？唉，自从添了2户卖熟食的，生意差了些。这好解决，别人卖什么，你也可以跟着卖呀，总不能还做不过那些新来的吧？大嫂，你们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？难怪生意这么惨淡，我吃碗面的功夫，一个客人都没见着。是，所以你还不走？看到你了，谁还有实力？小姑莫不是来打秋风的吧？林之夏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没大没小。小姑这么气急败坏，难道被我说中了？我娘做的东西好吃吗？可惜这秋风你怕是打不着喽。
娘，他们在贴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关于种田的告示吧。咱家没田没地的，不用管。什么人呢？这么缺德，连告示都接。娘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娘，你看，这上面有大哥的名字。我问了识字的人，说这是官府的荣誉榜。大哥在边关立过军功，凡是榜上有名的，家人可免除30年赋税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救命！娘别伤心，大哥在天有灵，肯定也不愿看到你这样。不过你将这榜单带回来做什么？不怕官府的人怪罪？大嫂他们在镇上摆摊呢，我担心他们知道这事儿，便将榜单接回来了。咱不告诉他，年底让他们照常缴税去。你傻呀，赵氏认的字儿还没我多呢。他们不识字，但会问呢。林之夏那小蹄子最近机灵着呢。不用交赋税，咱家的日子肯定能好过许多。这榜单接回来也好，你收好了，千万别给外人瞧见。大房已经分出去了，他要是知道这事儿，为了这点银子，指不定又要闹。30年赋税，那可是20多两银子呢。对，这事儿确实不能叫大嫂知道，杏儿可一定要收好了。二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发现的。等会儿回屋，我就把纸裁了，回头用到茅房去。这一天天的忙得跟个陀螺似的，我才10岁啊，还是个孩子就成了家庭主妇。哎呀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娘，你看看我像几岁？我现在才10岁，家里这么多事，我这乔身板这有点扛不住了。家里就咱娘几个，你阿奶那边不拖后腿就不错了。咱们如今这条件也请不起人啊。要不我留家里吧，让妹妹去镇上。不行，知夏是女孩，成天抛头露面的不好，摊子上都是女人也不行，怕有人闹事。那怎么办？你再坚持一阵子，往后书院休旬假，咱们也不出摊了，让你每隔10天休息1日。等到5月田假，咱们手里有钱了，就算请人帮忙也有底气。你要是还觉得累，就脸皮厚一些，领着四海，天天往你阿公阿婆家跑，大不了我给他们交点伙食费。行吧，那我再坚持坚持。夏夏，你明天去赵家庄看竹林打样的时候，顺便问问你几个舅舅有没有空，我想让他们帮忙在屋后开2亩荒地，种点黄豆包谷啥的。包谷虽然口感差，但磨成粉做面食味道不错，而且亩产高，对土地要求低。今年种了，明年就能留种，又是一大进项。行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眼下咱家也得重视起来。什么事？家里有只母鸡，这2天没生蛋，成天蹲在鸡窝里，是不是要孵蛋了？成，我看看去。合着今天议事的内容不需要经过我点头这个过程了，是吧？还真到了抱窝的时候。明明不是回家，却突然有种回家的期待感。快走，大舅在前面等着我们了。大舅，早上吃了没有？吃了。走，大舅带你们回家，知夏也赶紧跟上。嘿，来了！阿婆，这些芝麻馅饼是我娘特意准备的，让阿公阿婆也尝尝她的手艺。你娘一天能赚几个铜板？今儿来带点儿，明儿来带点儿，家里还能存下钱吗？孩子一番心意，东西都带来了，还让他拿回去不成？小姑做的馅饼真好吃。这真是你娘做的？难怪珍儿这买卖能做起来，味道确实不错。既然让赵水帮忙做竹帘，这2个饼子带他家去吧，回头他对你们的事也能多上点心。
粮食啊！你们还一抱就抱2只，做决定也不问问大人。你娘赚钱不容易，得省着花。哎，算了，往后买东西跟家里大人商量着来，别再自作主张了。阿公说的是，大舅，我娘说想在屋后开2亩荒地，你们这几天有空吗？开荒种地可以。阿全，下午送孩子回去的时候，顺便去看看，丈量好位置，明儿领着老2、老3一起去。姐姐，咱们要给狗起名字吗？这只像小老虎的叫虎妞，小黄狗就叫金宝吧，寓意好。虎妞、金宝，真好听。我想了一路的小黄和小花，看来是派不上用场了。知夏说你想开荒，爹让我来先丈量好土地，跟李正报备一声就能开了。五福，快去请李正伯伯来，让他带尺来一趟，晚饭也在家里吃。我给你们报上去2亩地，你们适当多开个几分到半亩的也不打紧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那就多谢李正了。甭客气，季明也算是为国捐躯。听说如今边关仗打完了，该得的好处最近也会陆续下来，你们多留意留意。都说杏花村的李正是个敞亮人，我不会说漂亮话，先敬沈大哥一杯。你小子按年纪得唤我声叔呢，沈大哥宝刀未老，当得小弟这一声大哥。赵氏还是林家的儿媳妇呢，怎么能有点好东西就往娘家送？养先吃饭，吃完饭我去找陈不凡问问情况。陈不凡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二叔来找过我了，让你给我们使绊子。他想学你们在镇上做买卖，我跟你们打交道多一些，自然是站你们这边的。要是遇上摆不平的事，尽管来找我。行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们家生意。感谢倒不必，下次要是再做了腐乳，记得卖我一些。你吃过金杯楼的腐乳了？你等等。之前金杯楼全要了，没多留，这是剩下的一点，你先拿去吃，等下半年做好了，第一个给你送来。等吃完了再来给你还罐子。四海，往后看到鸟往地里飞，一定要赶跑，别让他们吃了咱家的种子。哥哥也开始喜欢我了，都看我小呗。大哥，快来帮忙！这么大，得有6、7两了吧？你哪儿抓来的？
我看他在田边趴着不动，趁他不注意抓的。你们怎么也跟四海似的，玩一身泥回来？我们可不是玩，咱们中午吃爆炒田鸡，鳝鱼明天带去镇上卖给金杯楼。季明回来了，大哥回来了。这应该就是我那未曾谋面的儿子了，这些年苦了他们了。四海，快叫爹！爹！哎，早知道该先收拾一下的，别吓着孩子。阿奶瘫痪3年，小姑和二婶嫌脏，门都不进，全靠我娘衣不解带的伺候吃喝拉撒，还要做饭洗衣下地干活，从没歇过。我3个舅舅年年送粮，可我们兄妹3人5年加起来吃的鸡蛋不超过5个，二房堂姐还能分半个窝头，我跟娘只能喝稀粥。就这样，阿奶得了30两征地款，转头就给了二叔28两，小姑2两，我们1文钱没有。我娘去理论，还被二叔推倒，磕伤了脑袋。喏，印子还在呢。二叔还说他是阿奶唯一的儿子，钱就该给他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要不是你们太过分，我娘怎么会寒心？分家时理政作证，你们不分田不分钱，我们搬去老宅连个碗都没有。要不是舅舅们帮忙修屋，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兄弟每年送上100斤粮食，就怕你们瞧不起珍儿。没想到你们竟这么糟践他们，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！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这个小蹄子到处瞎嚷嚷，他天天在老宅吃香喝辣，也没见孝敬我这个婆母。你们那样做跟吃肉喝血有什么区别？几个舅舅帮我们带点东西去赵家庄，怎么了？分家时是谁说别让我们哭着回去找你的？怎么现在又在乎我们这点东西了？谁在乎你们的东西？那些破铜烂铁，我才不稀罕。既然不稀罕，阿奶这会儿提出来是什么意思？直下的委屈，大舅哥的愤怒，娘的气急败坏，春杏和李氏的心虚，都是真的。看来这些年，玉珍和孩子们确实受了大罪，知夏不得无礼。果然还是要护着他娘吗？娘，知夏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丫头嘴巴厉害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，你怎么信她的话？我才是你亲娘啊！大哥，娘怎么会骗你？林之夏一个小丫头片子的话，怎么能信？我是娘的儿子，也是玉珍的丈夫，孩子们的爹。世人都说不亏妻，不愚孝，不逆子，方能家和。我不能因为我是娘的儿子，就不顾是非对错，一味偏袒。前世爸爸从没这样维护过我，这个爹好像还不错。你们娘呢？娘和大哥在镇上卖馅饼，傍晚才回。娘，我今天刚回，不了解家里的变故，我先回老宅收拾一下，等玉珍回来再说。
哎，你回老宅做什么？这里才是你的家。你之前的屋子我让光宗住了，我马上让他搬出来。大儿子回来了，可不能让他住在老宅，他能干，手里说不定还有饷银。要是被赵氏拿捏住，我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。娘，我是玉珍的丈夫，既然大房已经分出去了，我自然要住到老宅去。光宗就继续住着吧。季明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玉珍的性子你也知道，要不是被逼无奈，她不会分这个家。我知道，这些年多谢几位哥哥接济，改日我一定登门道谢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快回去告诉爹娘这个好消息吧。老两口一客官想要什么口味的饼？玉珍，是我回来了。爹娘，是爹没死，他回来了。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这下有点麻烦了。他好像并不怎么高兴，是分别太久生疏了吗？你回过家了吗？啊，回了，见过知夏和四海了。这几年辛苦你了。玉珍，看到我回来不高兴吗？没有不高兴，就是太突然了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我来吧。我毕竟不是原主，他可是原主的丈夫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迟早要同床共枕。万一被他发现不对劲，打乱了现在的生活怎么办？他看我的眼神好陌生，不过没关系，人回来了，只要我好好待他，总能回到从前的。我要做什么？饼胚放鏊子上炕熟，然后放边上保温就行。当初怎么想到把摊位摆在这儿的？这是知夏挑的，他说这靠近书院，可以做书生的买卖。我走时他才丁点大，转眼就成大姑娘了，还知道拿主意了。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传来你的死讯？这事儿回去我再跟你解释。小心点儿，别把东西碰坏了。大嫂，你们今天也来了？二叔，大嫂怎么跟个外男走这么近？大哥尸骨未寒，他就这么耐不住寂寞？大嫂，我大哥虽然没了，你也不能这么堕落啊！五夫还在旁边看着呢，你这样对孩子影响多不好。站在你嫂子身旁的人是我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勒索嫂子，你别吓我，求你了。二叔，我爹可没有吃人的癖好。今天站在这里的若不是我，你是不是就要把白的也说成黑的，让你嫂子这买卖都做不下去？我不在家时，他们就是这样欺负玉珍母子的。大哥，真是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娘知道吗？我已经回过村了。你这摊位打算做什么买卖？这不是看大嫂生意好，也想来卖饼子吗？大哥，你要是介意，我这就换地方。玉珍觉得呢？我们已经分家了，他们想做什么我管不着，各凭本事吧，省得到时候亏了钱又怨我们。好，大哥回来了，娘会不会让他家搬回去？那家产会不会要重新分啊？东西这么多，我给你拿点吧。不用，这点东西不算什么，你们站一天也累了，咱们搭牛车回去。以前都舍不得花钱搭车，现在爹回来了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感觉真好。娘，大哥，你们回来啦！爹，知夏，出来吃糖，厨房的事儿，爹娘来就行。来了。
这簪子给你，这些是我攒的响银，你收着。回来路上看望了几个牺牲战友的家人，花了一些。打仗结束后，我用军功抵了30年赋税，就回来了。你没给娘交银子？以前没分家，钱归他管，现在咱们分出来了，我赚的钱自然由你管着。有些事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我们分家时一穷二白，我手里有他画押的断亲书，我本打算赚点钱就带孩子走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也得说，就算他将来头脑热，我也不会管。你要是接受不了，可以考虑我们还要不要继续。别说这个话了，孩子都仨了，哪能说散就散？娘那边有事让他来找我，这个孝由我来尽。你好好带孩子，别理他。这思想觉悟可以啊，比我前夫强多了。爹娘吃糖。五福就先跟着家里做买卖，四海明年送去书院试试。知夏是个女孩，将来是经商还是学手艺，看她自己。你安排得很好，知夏聪慧，别逼她太紧，让她在娘家多过几年轻松日子。几明、玉珍，我来看看你们。娘怎么来了？之前我怕玉珍一个妇道人家守不住田，就替她保管着。如今你回来了，这田是你们夫妻买的，自然该还给你们。娘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您说除非我把您接到老宅伺候，才同意把田给我种，100年后田还是要给水生。您这算盘打的，傻子都听得出来。你说的什么话？纪明看着呢，你连装都不装了吗？我伺候了您3年，换来了什么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纪明，你看他这种不敬长辈的悍妇，就该休了。娘，宁毁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我和玉珍夫妻和睦，孩子也懂事，我为何要休妻？我们已经分家了，您就多操心水生和杏儿吧。合着我来送田契还送错了。这田本就是我们大房的私产，如果我没回来，娘想必也不会送来吧。什么私产？没分家，你们赚的都是家里的。有了媳妇忘了娘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孝子？玉珍都3个孩子的娘了，还有娘家哥哥和半大的五福，怎么会守不住3亩田？娘就是不想给。我今天刚回，不想跟娘闹不愉快。你有什么事让水生来找我，我自然不会不管你。娘听说行军有饷银，你攒了多少？有点儿，但不多。路上接济亡故战友的遗孤，给了几10两，剩下的都交给玉珍了。钱多烧得慌吗？你死讯传来时，谁接济过咱家？这件事儿我不后悔。大哥，既然你活着，3年前为什么传来你的死讯？当时将军派我们潜入敌营，行动隐秘，同村的人找不到我，就以为我战死了。福安来了。娘，是沈福安，他不会是来找我的吧？我这女婿真是越看越满意。那个，我是来给知夏送书的，既然大家有事，我换个时候再来。不用赶时间，我这会儿就有空。福安哥，咱们到一边去。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知夏才10岁，毛都没长齐，懂什么？既然他跟福安关系好，你以后就多往老宅跑，找机会跟他说说话，接触多了，说不定他就看上你了。好，我听娘的。我女儿这么好，这小子找的肯定没安好心。才10岁，我可得盯紧了，不能让外边的臭小子给骗了。这帕子你用吧，家里就2间屋，知夏大了，我俩睡一间。要不你先和五福四海凑合凑合。好不容易回家，连媳妇儿屋都进不了。行，看来得抓紧修屋子了，至少得给女儿单独修一间。娘，我寻思我这爹人还不错，又送礼又上交饷银，身材也不赖，早用早享受啊！你自己才豆丁大，少想些有的没的，先熟悉熟悉再说吧，这事急不得。谁还不是从豆丁大长起来的？我得赶紧吃好睡好，快快长大。爹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去砍柴了？看厨房柴不多了，你再睡会儿。不睡了。那这些柴交给你了，我去找你几个叔伯说修屋子的事儿，让你娘多准备点早饭。修屋子。
嫂子手艺真不错，难怪镇上生意能做起来。爹回来，活儿怎么还越来越多了？看来得想办法让娘留在家里。思涵，我教你拿笔练字。他没正经念过书，昨天才拿到纸笔，这手字没个3、5年的功夫，可写不出来。难道真是天赋异禀？直夏，你以前练过字？爹回来了，我没用笔练过，都是拿棍子在地上写，写多了就熟了。爹，你能帮我到村里借个石臼回来吗？急用吗？倒也不急，下午应该能用到，到时候还得爹帮忙呢。行，我出门一趟，回头给你带回来。爹中午回来吃饭吗？回，午饭等我来做。那爹早点回来。那你的罐子洗干净了？才几天功夫你就吃完了？没吃，送人了。金杯楼把这玩意儿卖天价，我寻思自己吃太浪费，送人倒挺有面儿。你自己都没尝，送谁了？怎么，我送谁还得跟你打声招呼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眼下我这儿有桩生意，你感不感兴趣？我才10岁，你跟我谈生意？我看你亏劲得很。既然你没兴趣，就当我没说。哎，你话不能说一半就跑啊！到底是什么生意？就算我掺和不了，也能给你出主意嘛。之前老街我说了不算，往后就是我的地盘了。你也知道老街和新街的差距有多大，我想。你想将2条街的差距缩小？聪明，不过你猜到也没用，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呢。这个简单呀，陈不凡把画纸都铺好了，笔也拽我手里了，可不得好好表现一番。新街都是有钱人，资源都倾斜过去了，你想在豪华上打败新街，不可能。但是我们可以花最小的成本，把老街打造成一条特色街，让它成为新街住户闲暇时的后花园。这丫头不光有趣，还有远超同龄人的智慧。我先把你这提议报上去，要是真实施起来，你得出点力，当然不会让你白帮忙。作为回报，我给你们换3个位置最好的摊位，免租5年。3个摊位？我看你的目的是想让我再给你多想些特色出来吧？你要这么想也没错，这个提议是你提的，由你来牵头最合适。一下子给3个摊位免租5年，这好处给的也太烫手了。万一我的想法不行，东西投进去打了水漂，娘非得埋怨死我。直夏，陈不凡来家里做什么？爹，你们回来了，他来还坛子的。之前我们租摊位，他帮了忙，娘做了腐乳，我分了些给他，今天特地送坛子过来。往后离他远一些，别被那混小子骗了。我知道了，跟爹说也说不清，反正不要白不要，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直夏，你去将思海叫回来，爹给你们做饭吃。好嘞，爹，家里那口锅我占用了，中午你用陶钵对付一下呀，菜我都准备好，放灶台上了。爹，这是什么？香椿炒鸡蛋啊，家里有啥我就全做了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吃？这还用尝吗？用眼睛看就知道啥味儿了，白瞎我的好食材了。好吃，没想到爹的手艺还不错呢，就比娘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好吃就多吃点。弟弟正在长身体，多吃点。谢谢姐姐，姐姐今天的疼啊，好像掺了假。算了，以后我还是自力更生吧，可不能再让爹祸害食材了。我来吧。直夏，你费这么大功夫处理这些稻草，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想把它捣成什么样子？爹，我想尝试着做一做草纸，要把这些稻草捣成草浆，越细越好。草纸？
果然，爹还是爹，做饭虽然不行，但这生活常识可比我强多了。成了，咱真用没人要的稻草做出纸了。爹娘，这纸虽糙，但坚韧不易破，总算没白忙活。请问婶子在家吗？哇，这草纸当真了不起，质地坚韧，价钱想必也比市面上纸张便宜许多。成本低，都是不值钱的稻草做的。福安哥，我们正愁这纸做出来了，不知往哪儿卖呢。这便是我今日来的目的。我们普育书院的学子练字好质量大，正需这般物美价廉的纸张。若信得过我，我愿为你们引荐，将纸张供给书院乃至镇上商铺。福安啊，你可是帮我们大忙了。婶子客气，互惠互利罢了。哎呦，日子真红火，发财就把我们忘了。大哥，大嫂太不孝了，娘在老宅吃糠咽菜，你们当吃香喝辣。已分家了，我家的事不劳你们费心。分家就不是我生的了。林继明，今天我们没处去，就住这儿，你得给我们养老。心虚了，想拿钱打发我们。睁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哼，当初我不在，你们骂我们是累赘，如今见我们好过，就来沾光。你要不认亲娘，我去村里告你不孝。你去告啊！这白纸黑字，村长李正都按了手印，我倒要看看有没有穷时是累赘，富了是亲娘的道理。我们能有今天，与你们林家再无瓜葛。过去终于了断了，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。